日本又起来炒作气球事件，中方用行动劝告日本，作恶之前先要掂量掂量自己。大家好，我是肖映华。近日，日本替美国大肆炒作飞艇事件，原来是为了自我松绑，中国及时出手还击。近日，日本跟着美国大肆炒作飞艇事件，其真实目的终于暴露了。据环球网消息，日本正在讨论对侵入领空的气球应当采取更为宽松的武器使用限制。在此之前，日本自卫队未被授权使用武器应对进入日本领空的气球等无人飞行器。此外，在进行自我松绑之前，日本政府还翻起了旧账。将近几年，在日本领空发现的气球都单方面认定是来自中国的所谓侦察气球。显然，加强本土防卫能力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炒作中国向日本投放所谓侦察气球。日本右翼真正的目的是想借此推翻二战的成果，为本国军事松绑甩掉战败国的军事限制，实现所谓的国界正常化。其实，从日本自卫队的实力来看，早就突破了和平宪法规定的内容。例如，日本拥有2艘所谓的直升机航母，看似执行反潜、巡逻等防御性的任务，但经过改装以后，完全可以停放 F-35这类进攻性舰载机。此外，日本为了加强远程打击能力，一边自研射程达到1000公里左右的124式岸舰导弹，另一边又在向美国购买战斧式巡航导弹，说是为了强化所谓的反击能力，实际上却已经让日本客观上具备了主动发动侵略的能力。除了飞速推动扩军之外，日本右翼还正试图从程序上推翻和平宪法。从安倍政府到现在的岸田政府，都多次公开表示将推动修宪进程。如今在国会，日本右翼已经手握足够的席位，能够修改宪法，但最终仍需获得半数以上的民众支持，同时还必须得到美国的默许。对此，日本正通过2个途径以完成修宪所需要的条件。第一个途径，积极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主动充当美国打压中国的棋子，这也正符合美国政府的战略预期。所以美日两国沆瀣一气，在亚太地区加紧勾连。第二个路径，挑起地缘矛盾。日本与中俄甚至是韩国有着领土争端，日本便借着这些争端不断制造话题，以煽动国内的民粹情绪。如此一来，日本右翼修宪的想法在国内就能够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但目前来看，日本民众对政府通过增税的方式以提升防卫费用的做法已经感到不满。日本曾经给东亚国家带去过沉痛的灾难，如今日本再次成为东亚最不稳定的因素，我们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同时还应该联合地区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疯狂举动进行威慑敲打。近日，我国测量船潜出日本附近的图嘎拉海峡，虽然测量船并非作战舰船，但威慑力丝毫不输主战舰艇。毕竟测量船主要用于探测相关水域的水温条件，既可以作为远洋训练提前收集数据，也可以是在为将来的战斗做准备。中方已经多次用行动劝告日本要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创新时代中日关系，其实就是在提醒日本，是与中方和睦相处，共同维护东亚和平稳定呢，还是彻底倒向美国挑起地缘对抗？日本应当慎重选择。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